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纽约时间2020年8月19号，星期三。纽约市的死亡人数是23642人，确诊人数是235385人，死亡率是10.04%。纽约州总死亡人数是32857人，确诊人数是431724人，死亡率是7.61%。全美国的死亡人数是174470人，确诊人数是5605730人，死亡率是3.11%。恐惧指数呢非常低，21.83。油呢还是$42一桶，黄金是$1993一盎司。那么小麦、这个大豆和糙米的价格呢非常的稳定。那么牛肉的价格呢还是继续飞涨，而猪肉的价格呢在低位保持稳定。人民币对美金的兑换率是6.994对1美元。那么这几天啊，我们知道啊，什么时候啊才能够重新接触这个新冠患者才是安全的？专家表示啊，那么恢复期的长期和这个短期的这个患者的感受呢，其实呢是因人而异的。就是即使在康复以后啊，人们应该还是佩戴口罩，并且注意在公共场合保持距离。和任何的其他传染病是一样的，你恢复的时间是因人而异的。但是专家建议呢，人们还是遵循 CDC 发布的指南。那么现在的一般观点是，检测呈阳性后大约10天，如果你没有症状，没有发烧，就可以认为不再具有传染性。那么感染新冠肺炎并出现症状的患者，如果自出现症状后至少10天，在没有使用退烧药物的情况下没有发烧，那么其他的症状呢也有所好转，则可以与其他人接触。那对于那些检测呈阳性但没有症状的人，他们可以在检测呈阳性10天后与其他人接触。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他本身就应该向医生咨询是否需要隔离10天以上。这类人群呢，他可以在至少间隔24小时连续2次检测结果为阴性后与其他人接触。所以专家表示，恢复是复杂的，即使一个人需要感觉他觉得完全好转，也并不意味着他恢复了。有些症状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所以并不是彻底的恢复，只是在没有使用退烧药物的情况下，随着病情的逐步改善，发烧和其他的症状呢缓解了。就像很多其他传染病是一样的，很多人呢恢复得很快，并且对其他人呢不具有传染性，而在另外一些人的体内，病毒呢还是可能会持续的复制。所以一般来说，按照指导方针啊，在没有症状时才开始考虑外出。但是如果你仍然有明显的症状，比如说咳嗽或者打喷嚏，就算外出也会因不同人的这个区别要感到对待。那么如果你感到不舒服，即使你本身自己不具有传染性，那么也不能保证人们会欣然接受。所以即使患者已经从这个新冠肺炎中康复，那么专家还是建议呢，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谨慎。如果某人根据 CDC 的指导方针被确认是安全的，那么他们还是应该像其他人一样采取同样的预防措施。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免疫会持续多久，那么他们是可以解除隔离的，但是在公共场合呢，还是应该继续和他人保持距离，并且戴上口罩。所以尽管呢有些消息说某些患者2次感染了这个新冠病毒，但是专家表示说呢，如果感染过了新冠病毒，很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是有免疫力的。但是科学家目前还不知道这个新冠病毒它的抗体会在已经患病的人体内存在多久。所以当你感染了一种病毒，那么你身体内的免疫系统呢本身就会对它做出一些特定的反应，那么人体就会产生一种叫做抗体的蛋白质，而这种蛋白质呢通过吞噬病毒来阻止病毒侵入新细胞，来对抗病毒。那么病毒感染呢是因为病毒不能在体内进一步复制而结束。那么免疫系统呢会保留对这些特殊抗体的记忆，并且这些抗体在血液中呢存在的时长不一样。由于不同病毒的抗体持续的时间不同，
所以主流的想法是呢，认为至少要存在1年，但目前呢还需要继续检验。所以即使患者已经从新冠病毒中康复，但也不要在室内和他人接触。那么与没有和你一起隔离在家的人接触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在室外大家都戴着口罩，并且保持6英尺距离。那么与人距离小于6英尺，接触15分钟或者以上，就会被认为是严重的暴露啊。比如说拥抱、亲吻或者共用餐具等身体接触，也是身体暴露，应该避免。所有人，无论是感染了新冠病毒的人，还是康复的人，还是朋友或家人中有人正处在康复期，都需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来保证社区的安全。这是新的常态。那么人们呢，只需要习惯它，做一个好的社区成员，遵循专业意见，保持卫生，也是关心照顾你的家人、你的社区、你的州、你的国家和其他人。这是一个完全安全的做法，也是正确的做法。最近呢，有很多关于互联网的消息啊，说美国人发明的互联网，那么在中国使用了大半个世纪以后，大家也是习惯了网络的存在。但是互联网这个东西啊，它有根服务器，那么全球呢一共有13个，其中10个服务器呢在美国本土，就是美国几乎掌握了互联网的全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就很好奇了，那么美国人是不是有权利关掉任何一个国家的网络？比如说包括中国。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美国它实行了断网计划，那么伊拉克全面断网，通讯几乎是瘫痪了。于是伊拉克战争，美国以非常轻松的代价就拿到了胜利。2004年的利比亚同样是让美国实行了断网手段。通过这2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出美国的确有关闭其他国家网络的能力，所以也让很多人更担心了。那么我们说的啊，如果与美国建立了互联网，那么美国掌握了绝大多数的根服务器，那么到底根服务器的作用是什么呢？在这边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啊，比如说早期大家在打电话的时候啊，电话都是直接你拨到了通讯中心，然后通过你拨打的这个电话号码，接线员呢就会把你的这根线插到你想要去访问的那个人，这样的电话呢就实现了你2个人的通话对接，而根服务器同样如此。比如说你想要访问一个上海的网站，然后你的请求呢就会直接传达到了根服务器，根服务器呢将会把上海网站的域名解析给你，然后实现你们2个的对接。那么从理论上来说，确实可以在根服务器的层面阻断其他人的网络。那么又或者故意传达给你错误的域名解析，直接让你访问另外一个网站，比如说日本网站，那达到了南辕北辙的效果。那么很多机智的网友也想到哈，其实呢有局域网这么一个东西啊，所以网络的阻隔应该不成问题。比如说啊，我的电脑和你的电脑用2个网线连接起来，这样的话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双人的电脑局域网。那么这个听起来有这么回事，但是要把中国的14亿人的电脑组成一个大型的局域网，这是否有没有可能实现呢？从理论上来分析，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它涉及到了很多的尖端网络技术。比如说你人在广东，然后你要通话对象在新疆，你不可能你去买一根上千公里的网线从广东直接通到新疆。那么如果这么来解读问题的话，似乎美国人真的是可以把中国的网络给关掉，而中国的网络一旦瘫痪，那么肯定就大乱了。不过事实是这样吗？其实呢倒没有这么悲观。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根据这个根服务器啊，它是一个大型的数据库，那么记录了每个网站的域名，然后呢，那个人电脑要访问的时候呢，就通过这个根服务器的数据找到相应的坐标。所以尽管现在是和平年代，但是呢，中国呢，它也是同样做了一些未雨绸缪的这个措施。那么在2003年的时候呢，中国它已经把这个大型的数据库复制了一遍，所以人们将其称为镜像服务器。也就是说，就算是美国动手了，那么中国同样还可以是保证这个网络的连接。所以 IPv4 和 IPv6
在这个个人电脑网络的面板当中呢，大家可以发现有2个不同的网络，分别是 IPv4 和 IPv6。这个 IPv4 的服务器就是我们所说的主根服务器，一共13台。那么 IPv6 是什么呢？就是从2016年开始，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共16个国家，他们共同建设了新的根服务器，叫做 IPv6。这个 IPv6 呢，也被称之为新根服务器，一共25台，而中国呢是拥有其中4个新的根服务器。所以理论上说，美国封杀网络是更不可能了。所以在网络上呢，如果你假设美国能够轻易的封杀中国的网络呢，理论上可能性不太大也可以说是谣言。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当我们每个人都很糊涂为什么一切的独裁者都是人民公敌？我们知道国家会被外国人侵占，也会被本国人霸占。被外国人侵占就是国耻，被本国人霸占同样是国耻。所以当国家被外国人侵占的时候呢，你要抵抗；当国家被本国人霸占的时候呢，需要反抗。所以当国家被外国人侵占的时候呢，很容易识别；但是当国家被本国人霸占的时候呢，却很难识别。比如当年这个拿破仑侵占德国的时候呢，德国人都知道自己的国家被外国人侵占了；而当希特勒霸占德国的时候呢，德国人却不知道自己的国家被本国人霸占了。所以判断自己的国家是否为外国人入侵有一个衡量的标准，那就是入侵者是来奴役自己的。比如德国入侵波兰，目的就是要奴役波兰人并不是所有的外国人都是入侵者。比如二战中的美军进入日本，盟军进入德国，他们的目的就不是为了奴役日本人和德国人，而是为了终结日本和德国的专制政权，是为了解救日本人和德国人。那么对于入侵者要抵抗，而对于解救者则要欢迎，要当解救者的带路党。我们都知道主权源于人权，那么人们为了自己的自由和权利更有保障，才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这才建立了国家。那么有了国家权利呢，就是国家的主权。那么主权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人权。如果主权被当作用来侵犯人权的工具呢，就违背了自身的宗旨，就失去了正当性和合理性。所以任何专制国家的政府，它就是利用主权侵犯人权。为此，国际社会呢，有权也有义务帮助这些国家的国民结束专制统治。就像当年盟军帮助德国人结束纳粹政府，就像当年美军帮助日本人结束军国主义。所以当你判断自己的国家是不是被本国人霸占，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那就是看自己有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比如希特勒他就剥夺了德国人的普遍选举权，将本来属于全体德国人所有的德国占为己有。那么如果当国家被希特勒和纳粹这样的独裁者和组织所霸占时，反独裁才是爱国，赞美独裁就是害国。纳粹德国时期的德国人大部分都不知道自己的国家被希特勒和纳粹党给霸占了，因此他们不但不知道反抗，反而一味的赞美希特勒和纳粹党。不仅如此，他们还骂那些反抗希特勒和纳粹党的人，骂那些反抗者是捣乱者和卖国贼。其实呢，那些反抗者才是真正的爱国者，而那些赞美希特勒和纳粹党的人呢，自认为是爱国者，实际上是爱国贼。所以国家和政府是为了国民而立，国民不是为了国家和政府而活。也就是说，成立国家和政府的目的是为了给国民服务，而专制国家却奴役国民，让国民为统治者服务。如果是专制国家，身为国民就应该努力去结束专制，把自己的国家从独裁者手里解救出来，将国家还给全体国民，把自己的国家变成正常国家和民主国家。在专制国家，还会进行愚民教育和愚民宣传，让民众分不清国家和政府的关系，让民众误以为爱国家就是爱政府。国家属于全体的国民，经选举产生的政府呢，可以合法的代表国家和治理国家。但有的民选政府呢，也可能会沦为专制的政府。比如希特勒政府起初也是民选产生的，可希特勒一上台就摧毁了民主，
建立了专制和独裁，从而也就丧失了正当性和合理性。所以在判断民选政府是否沦为专制政府，也有很简单的一个判断标准，那就是看有没有剥夺民众的言论、结社等自由和选举权利。如果剥夺了民众的言论、结社等自由和选举权利，那就可以断定这是专制政权。在专制的国家，反独裁才是爱国，比如那些反抗纳粹的德国人，他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在专制的国家，爱独裁就是害国，比如拥护纳粹的那些德国人，以爱国者自居的他们，其实是在祸国殃民。另外，独裁者呢也喜欢以爱国者自居，虽然实际上是害国贼，是独夫民贼，比如希特勒就是如此。所以大家可以很清楚的区分了吧？美国的联邦参议员他在8月13号的时候，他发起过一个决议案，要求中国共产党偿还美国债券持有人总计1.6万亿美元的债务，而这些债务呢，来自前清朝政府。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啊，在他们家中的阁楼或地下室，甚至在拍卖网站eBay，都可以找到这些违约的中国债券。那么这项决议案呢，是由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参议员玛莎·麦克萨利和田纳西州的联邦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共同发起。这个提案呼吁川普总统竭尽全力解决这笔拖欠的主权债务。早在1911年，清朝政府呢曾经向美、德、英、法等西方国家发出了湖广铁路5厘利息递还金英镑借款债券，简称湖广铁路债券，共650万金英镑，年息5厘，40年到期，本息偿还的最后期限是1951年。目前湖广铁路债券的市值呢，已经超过了中国所持的美国国债。根据美国债券持有人基金会称，这笔债务连本在目前价值共计1.6万亿美元，涉及了2万个美国家庭，而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才1.09万亿美元。后来美国政府他们收购了英法德3国的债券，所以美国政府和民间是湖广铁路债券的主要持有者，而这些债券至今从未得到偿还。中华民国政府承认湖广铁路债券的继承权。那么1938年呢，向美国偿还了部分的利息。后边呢，因为这个抗日战争爆发和国共内战，那么美中两国都不再提这笔债务了。那么1949年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了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那么根据国际法，那么继任政府是前任政府的继承者，应该对他前任政府的债务负责。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呢，他却不承认湖广铁路债券的继承权，而声言拥有这笔债务的国际豁免权。那么中国政府呢，没有履行他的财政义务。1979年，持有湖广铁路债券的部分美国民众向阿拉巴马州联邦法院起诉中国，索要湖广铁路债券的欠债。法院呢，向中国的外交部长发出传票，要求到庭应讯，但是中方不予理会。1982年，法院缺席判决美国湖广铁路债券持有人胜诉，中国政府呢需赔偿原告2.2亿美元，而中方仍不予理会。直到1984年，阿拉巴马州联邦法院再判美国方面可强制性拍卖中国在美资产以抵债，这时候中国外交部才派人前来美国应对官司，提出上诉。那么到了1986年，美国当时这个总统叫做里根，他不想因为这笔债务来为难中国政府，那么只是美国司法部承认中国政府对这笔债务的国际豁免权。那么中国政府的上诉呢，也获判胜诉。那么这笔债务呢，它本身是由清朝政府发行的，而受到了民国政府承认，而中国政府呢是无法否认自己对这笔债务的继承权，因为香港主权就继承自清朝政府，联合国的席位呢也继承自民国政府，如果否认的话呢，就会失去所有的继承权。从法律层面上来看，湖广铁路的债券它的债务是完全有效力的。如果国际豁免权被否定，那么中国仍然要偿还这笔数额巨大到难以负担的债券。
我们知道国债是国家的信用为基础啊，向社会募集资金的一种形式。那么国债的违约风险呢，比其他的投资低得多，所以国家在需要的时候呢，可以随时发行债务筹资。而美国的国债是指美国财政部代表联邦政府发行的国家公债，是以美国的国家财政信誉做担保。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呢，美国国债的信誉呢表非常的高，因此投资美国国债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投资。当时美国国债规模第一次激增就是在南北战争时期从1860年的6500万美元呢增加到了1863年的10亿美元。第二次激增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从1940年的510亿美元呢飙升到战后的2600亿美元。为了度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那么美国的国债大幅攀升，到2011年5月触及了国会所允许的14.29万亿的美元上限。截止到2019年的美国国债规模已经超过了22万亿美元。所以可见一个国家的国债信用呢，决定了国家筹集资金来应对战争和危机的能力。美国的强大并不在于美国的经济、军事和科技，而是美债的信用。美国建国几百年，历史上美债从未违约，而且几乎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坚信未来美债永远不会违约。目前中美之间呢正在走向全面的对抗，而美国这时候呢，他们把湖广铁路债券拿出来说事儿，那么宣扬中国100年前发行的债券违约得不到兑付，市场它就会对中国政府发行的国债信用产生质疑。这样呢，就是中国在面对战争和危机的时候呢，就无法筹集足够的资金来有效应对。我们都知道战争打的就是钱，美国之所以能够打赢二战，不是因为别的优势，而是因为以其国债更好的信用，能够借到的钱比敌国更多。国家之间的对抗归根结底比拼的就是国家的信用。一个国家的强大并不在于能够制造多少东西，而在于能够借到多少钱。所以湖广铁路债券连本带利已经高达 1.6 万亿美元。中国既不能否认偿债义务，又负担不起偿还金额，就只好违约了。所以这时候呢，美国只需要趁机宣扬中国的历史违约记录，以此来摧毁中国国债的信用。这相当于呢，就轻而易举地切断了中国补充财政资源的水管，简直就是釜底抽薪。这才是美国对中国最阴毒的、最高明的招式。所以相比之下，所谓的贸易和科技上的打压和这个相比，根本就不算什么。派 TV， 欢迎订阅，我们下次见。